很多人走在路上看到满地的落叶，第一反应就是脏乱，觉得是还要花力气去扫的垃圾，甚至还会嫌弃它们堵塞了水沟。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懂养花、懂种植的人，看到这些落叶，你应该要两眼放光才对，因为这些在路边没人要的东西，其实是自然界馈赠给我们最珍贵、最完美的有机肥。大家花大把钞票去花市买所谓的营养土、黑土，其实大部分都不如这些路边的落叶来得好。只要你懂得怎么处理，这不仅是1分钱都不用花的万能肥，更是能让你家里那些半死不活的盆栽彻底改头换面的救命神药。今天我们就来讲透这件事情，把路边的落叶变成家里的黑金土。我们要开始制作之前，得先学会挑落叶，不是所有的树叶都适合拿回家直接用的，这不仅关乎效率，更关乎安全。路边的行道树种类很多，我们要挑那些叶片比较宽大、质地比较薄的阔叶树，像是梧桐、枫树、杨树、柳树，还有各种果树的叶子。这些叶子纤维含量适中，比较容易腐烂，分解出来的养分也比较均衡，是非常理想的原材料。但是有一些叶子你要避开，或者是需要特殊处理，比如说松针。松树的叶子油脂含量很高，而且表面有一层蜡质，分解非常慢。如果你把松针直接混进去，可能别的叶子都变成黑土了。松针还是绿油油的一根针，而且松针发酵出来的土是酸性的。虽然像杜鹃、栀子花这种喜酸植物很喜欢，但如果你要种其他的花，就需要控制松针的比例，不能太多。还有一种就是樟树叶，台湾的路边很多樟树，樟树叶味道很香，那是因为它里面含有樟脑油。这种东西虽然能防虫，但是它也会抑制微生物的生长，导致发酵速度变得超级慢，甚至会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。还有夹竹桃这种有毒的植物，叶子也千万别剪，它的毒性在分解后依然可能残留在土里对人对花都不好，所以新手朋友如果想快速看到成果，尽量避开樟树叶、松针和有毒植物，专攻那些好腐烂的阔叶。另外去扫叶子的时候，眼睛要放亮一点，尽量找那些看起来比较干净，没有明显虫卵或者病斑的叶子。如果叶子上全是黑点、白粉，那是带着病菌的。虽然高温发酵能杀死一部分病菌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这种生了病的叶子最好不要带回家，免得把病菌引到自己家的阳台上，那是得不偿失。叶子收回家之后，不要急着直接往袋子里塞。很多人做腐叶土失败，就是因为太懒，整片的叶子直接堆在那里，结果过了1年打开看，里面还是整片的叶子，根本没烂透。这是因为叶子表面有一层角质层，是防水的，微生物很难攻破这道防线，所以第一步关键动作就是粉碎。你有条件的，家里有草坪修剪机的，可以直接把叶子铺在草地上，用机器打碎，那是最高效的。如果没这个条件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大一点的塑胶袋，把叶子装进去，但是不要装太满，装个半袋，然后把袋口抓紧，拿一根粗一点的棍子，或者直接上脚踩，隔着袋子把里面的叶子踩碎、敲碎，不需要弄成粉末，只要把叶片弄破、弄裂，破坏掉它表面的完整性，微生物就能顺着这些伤口钻进去大快朵颐，发酵的速度至少能提升2倍以上。这一步虽然稍微花点力气，但绝对值得，它可以让你原本需要等1年的时间缩短到3个月甚至更短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，我们要开始堆肥。对于住在城市楼房里只有阳台或者小露台的朋友，我推荐最简单、最不占地方，也最不容易产生异味的塑胶袋发酵法。你去准备几个那种黑色的厚实的大垃圾袋。为什么要黑色的？因为黑色吸热，发酵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微生物在吃东西繁殖的过程，它们活动需要温度，温度越高，它们干活越快。黑色袋子放在太阳底下晒，里面的温度能飙升到50-60度，这不仅能加速腐烂，还能顺便把叶子里可能夹带的虫卵和杂草种子给烫死。这就是高温杀菌的原理，所以一定要选黑色的袋子。我们先把弄碎的叶子放进袋子里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叫碳氮比。枯黄的落叶主要是碳，它是微生物的能量来源，但是微生物要构建自己的身体，要大量繁殖，还需要氮。如果单纯只有落叶，氮元素是不够的。
微生物繁殖的慢，发酵就慢，所以我们需要往里面加一点含氮高的东西。最现成的就是厨房里的菜叶子、果皮，或者是你去外面捡一点绿色的杂草，把这些绿色的东西切碎了，混在黄色的落叶里，比例大概是4份黄叶配1份绿叶，这样碳氮比就比较合适。微生物有了面包，也有了牛排，干活就特别卖力。如果你嫌弄厨余麻烦，怕有味道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加尿素，或者直接用淘米水，甚至家里有过期牛奶、豆浆、吃剩的优格，都可以倒进去一点，这都是非常好的氮源，能像催化剂一样瞬间激活整个发酵过程。特别是加了优格或者酵素水，里面的活性菌能让发酵效率翻倍。把叶子和氮源混合好之后，就要控制水分了，这一步是成败的关键。很多人发酵失败，要么是太干，微生物渴死了，要么是太湿，变成了厌氧发酵，结果发臭流黑水。正确的水分应该控制在 50%到60%左右。这个怎么判断呢？不需要仪器，用你的手就行。你往袋子里一边喷水一边搅拌，然后抓起一把叶子用力捏，如果手指缝里能看见水渍，但是没有水滴下来，一松手，手里的叶子能成团，不立刻散开，这就是最完美的湿度。如果捏不出水，那就是太干，继续加水。如果一捏水哗哗流，那就是太湿了，得赶紧加干叶子或者干土去中和。水分调好之后，我们就要把袋子里的空气排得差不多，然后把袋口扎紧。注意这里有个小技巧，虽然我们说要扎紧，但发酵初期是好氧发酵，微生物需要氧气，所以你要在袋子的底部和侧面用牙签或者细铁丝戳几个小洞，不用太大，针眼那么大就行，这样既能透气，又能排出多余的水分，还能防止外面的虫子钻进去。做完这几步，就把这袋宝贝扔到家里光照最好、温度最高的地方，比如南向的阳台角落，或者是顶楼的天台。剩下的就是交给时间和微生物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微生物会疯狂繁殖，袋子里的温度会急剧上升，有时候你去摸那个袋子会感觉烫手，这说明发酵启动成功了，这是好现象。千万不要以为是着火了还是怎么了，这是生命在跃动的热量，如果一直冰冰凉凉的，那才说明出了问题，可能是太干或者氮源不够。在发酵的前期，大概每隔1个礼拜，你要去翻动一下袋子，把袋子倒过来，或者是打开抖一抖，让外面的叶子进去，里面的叶子出来，让氧气重新进入，这样可以防止局部缺氧导致的腐烂发臭，也能让发酵更均匀。如果你不翻动，很可能中心已经烂成泥了，旁边的还是干树叶。除了单纯用塑胶袋，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废旧的土，比如之前种花死掉剩下的土，里面全是干枯的根系，板结的像砖头，千万别扔，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。我们可以用三明治堆肥法，就是一层土，一层落叶，一层土，一层落叶，这样像叠罗汉一样叠起来，最底下铺一层5公分厚的土，然后铺10公分的落叶，浇透水或者浇淘米水，再铺一层土，再铺落叶，这样一层一层往上堆，最后上面用一层厚土封顶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，旧土里本来就带有一些微生物，可以充当引子，帮着落叶发酵，而且落叶腐烂后的汁液会被土层吸收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等到落叶完全腐烂后，它就直接和旧土融为一体了，你只要搅拌均匀，这就是改良好的超级营养土。原来的板结土因为混入了大量的有机质，会变得松软无比。这种方法非常适合那种家里有很多旧花盆不知该怎么处理的朋友，直接把旧盆里的土倒出来，找个大泡沫箱或者大桶，按照这个方法一层层铺好，盖上盖子或者黑胶带，也是放在太阳下晒，这比单纯沤叶子出来的土更有质感，直接就能拿来种花，不用再另外配土了。而且这种三明治法因为有土层的隔离，哪怕你里面加了一点鱼肠、豆渣这种味道大的东西，也不容易散发出异味，非常适合家庭操作。你可以在你的落叶堆肥发酵到一半的时候，也就是叶子已经变软，颜色变深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烂成泥，而且温度已经降下来，不再烫手的时候，把这些半腐熟的叶子转移到一个底部打孔的整理箱里，然后放入一把红蚯蚓，
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需要你操心了。这些红蚯蚓会夜以继日的在叶子堆里钻来钻去，把那些半腐熟的叶子吃进肚子里，经过它们消化道的研磨和酶解，排泄出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蚯蚓粪。这可是被誉为有机肥之王的东西，它不仅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所有营养元素，而且全是植物可以直接吸收的水溶性养分。最关键的是，蚯蚓粪里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和抗生素，对植物根系的根腐病有极强的抑制作用。经过蚯蚓处理过的落叶土，那就是真正的团粒结构，又黑又细，摸起来像丝绸一样滑，闻起来只有泥土的芳香。用这种土养花，根本不用担心烧根，也不用担心板结，你就是把那一坨纯蚯蚓粪放在花盆里，花都长得丰快，而且蚯蚓在钻洞的过程中，还能给土壤增加无数的微气孔，让植物的根系可以自由呼吸。除了用蚯蚓，还有一种能够最大化利用落叶的方法，那就是制作液体肥，也就是所谓的落叶茶。这对于那些家里养了很多水培植物，或者不想在阳台上堆土怕弄脏地板的朋友来说，是绝佳的选择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你找一个网眼比较密的纱布袋，或者甚至是你不要的旧丝袜，把扫回来的干净落叶装进去，最好是弄碎的，然后找一个大水桶，装满水，把这个装着落叶的袋子像泡茶一样泡在水里。如果是夏天，泡个3-5天；如果是冬天，泡个10天半个月，你会发现桶里的水变成了像普洱茶一样的深褐色。这时候你把袋子拎出来，剩下的这桶水就是富含腐殖酸和微量元素的液体营养液。这种水非常温和，不像化肥那样猛烈，你可以直接拿来浇花，或者稀释一点喷在叶子上当叶面肥，植物吸收特别快，尤其是那些叶子发黄、无精打采的植物，浇上2次这种落叶水，叶子马上就能绿回来。而且那个被泡过的落叶渣也不要扔，它已经吸足了水分并且软化了，直接拌在土里或者埋在盆底，腐烂速度比干叶子快得多。刚才我们在上半部提到了松针，说它有油脂难腐烂，不建议新手混在普通落叶里，但是如果你是养兰花、君子兰、杜鹃花或者蓝莓这些喜酸性植物的高手，那你必须单独开辟一个战场来制作松针土，因为松针土透气性是所有腐叶土里最好的，没有之一，它的纤维结构能维持很久不腐烂，能保证花盆内部永远空气流通。制作松针土的方法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你需要把松针收集起来，先用开水烫一下，这一步是为了融化表面的蜡质层，也能杀菌。然后把烫过的松针铺在箱子里，洒水，一定要洒淘米水或者是加了红糖的水，因为糖分能给微生物提供能量，加速它们攻破松针坚硬的外壳。松针的发酵时间会很长，起码要半年以上，但是一旦做成那种黑褐色的松松软软的松针土，是你在花市花高价都不一定能买到的真货。用它养兰花，大白根儿那是蹭蹭往外冒，根本不需要什么植料，这种土的酸碱度通常在5左右，是绝大多数喜酸花卉的福音。如果你家里的栀子花总是黄叶，不妨换上这种松针土试试。当你辛辛苦苦把落叶变成了黑土，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直接拿去种花，因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，那就是杀菌消毒，这直接决定了你以后养花是省心还是闹心。虽然高温发酵能杀死大部分病菌和虫卵，但是为了万无一失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娇贵的室内盆栽，我们必须做2次处理。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暴晒，找一个大晴天，把发酵好的土摊开在水泥地上，或者铺在黑色的塑胶布上，摊得薄一点，厚度不要超过2-3公分，让烈日暴晒个2-3天，中间记得多翻动几次。紫外线和高温会把残留的虫卵和病菌彻底赶尽杀绝。晒完之后，土会变得非常干燥，这时候收起来密封保存，用的时候再喷水。如果你住在连续阴雨天的地方，或者没有大厂的暴晒，那也有办法。你可以用家里的微波炉或者旧铁锅，把土稍微喷湿一点，放进微波炉转个3-5分钟，或者在铁锅里炒一下，高温能瞬间秒杀一切害虫。当然，这样做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味道，最好在通风的地方进行，或者你就去买一点专门的杀菌剂，比如多菌灵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，把土浇透，
焖个1-2天再晾干使用，这一步千万不能省。很多人说自制腐叶土长小黑飞，就是因为少了这一步，特别是洗澡土，拌一点进去也是物理防虫的好办法。土准备好了，怎么用也是一门学问，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万能肥，就100%全用这个土来种花，那是过犹不及。因为全腐叶土太松软了，抓不住植物的根系，植物种进去可能会东倒西歪，而且保水性太强，有些怕涝的植物可能会烂根，我们需要讲究一个黄金配比。对于大多数的草花，比如矮牵牛、天竺葵、长寿花这类，你可以用4份腐叶土加上3份原土，再加上3份的河沙或者是珍珠岩，这个比例既保证了肥力，又有原土的重量来固定根系，还有河沙来透水透气，简直是完美组合。如果你是种月季、铁线莲这种吃肥厉害的，腐叶土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成甚至6成。如果你是种多肉植物，那就要反过来，腐叶土只能占2成甚至更少，主要起一个提供微量元素的作用，主体还得是颗粒土，否则多肉分分钟黑腐给你看。而对于那些种菜的朋友，特别是阳台种菜，这种腐叶土简直就是神器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拌在原来的旧土里，比例可以大一点，达到1半对1半。这种土种出来的青菜口感特别脆嫩，种出来的番茄、辣椒味道特别浓郁，那是化肥催出来的东西完全比不了的。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这种自制腐叶土的时效性，虽然它肥力持久，但是有机质会慢慢分解消耗，土量会变少，土面会下降，所以每隔半年或者1年，你需要在花盆表面再铺一层新的腐叶土，这叫追肥。随着每次浇水，表层腐叶土里的养分就会顺着水流渗透到根部，这是一个非常温和且持续的补给过程，比你一下子灌浓缩化肥水要安全得多。而且腐叶土覆盖在土表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能保湿保温，夏天能防止水分蒸发过快，冬天能给根系盖个被子防冻，还能防止浇水的时候泥水溅起来弄脏叶子，简直是一举多得。特别是对于路养的花卉，这一层覆盖层就是植物的保护伞。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，我去扫路边的落叶，会不会把脏东西带回家？其实只要你避开那些明显有油污、垃圾污染的地方，单纯的落叶是非常干净的，甚至比很多人从山上挖回来的山泥要干净。山泥里面往往潜伏着很多线虫和土残，而路边的落叶经过风吹日晒，相对来说虫害反而少一些。而且我们在制作过程中通过高温发酵和最后的暴晒消毒，基本上可以说把风险降到了最低。大家要有一个观念，养花其实就是在玩土，把土玩明白了，花自然就养好了。而腐叶土就是所有土壤改良的基础，它是土壤的灵魂，没有有机质的土壤就是一盘散沙或者是硬邦邦的水泥块，是死的。而加入了腐叶土的土壤，它是活的，是有呼吸的，里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构建一个微生态平衡，这种平衡能让你的植物产生抗体，自己对抗病虫害。